带大家来搭的是哥斯达邮轮沙伦纳号，这一个是11万吨的中大型邮轮，从基隆港出发，总共6天5夜的航程，在第3天会在佐世保下船，第4天则会在福山下船。报到完之后就会去过海关，接着就可以登轮了。在登船之前也设有免税店可以逛。 上船之后，可以先去找到自己的房间。这次住的是内舱房，另外还有套房、阳台房、海景房的房型。房间里面会放有房卡，以及介绍船上设施的单子，还有时间表。房间里面有一些基本的设备，浴室里面也有简单的淋浴。 在开船之前会有逃生演练，是所有人都要去参加的。接着就离开基隆港，开始6天的旅程啦。这边是位在3楼的酒吧，除了是带活动的场所以外，也可以坐在这边喝东西休息。平时偶尔也会有现场的演出。 旁边的 My Tours 柜台可以去购买下船的行程，在3到4楼有主题餐厅，分别是瑟瑞斯跟维斯塔餐厅，每天晚上都可以依照安排的时间入座用餐，会有蛮精致的餐点可以享用。邮轮也会安排一些表演活动跟游客互动。 在4到5楼有一个购物广场，有一些精品品牌、纪念品商店，还有烟酒商店可以购买。船上也会举办特卖活动。这边是在5楼的阿波罗大酒吧，一样也是可以休息、喝东西，还会带一些活动的地方。 旁边有一个珍贵时刻的相片馆，在邮轮上，服务人员会不时的帮你拍照，可以看一下照片，再选择你要不要购买。往前走会来到阿玛利欧冰淇淋跟巧克力店，这边卖了一些巧克力跟意式冰淇淋，是需要另外付费的。也会有现场演奏，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吃冰。 3到5楼的地方是宙斯大剧院，每天都会安排不同的演出，从唱歌、跳舞到特技表演，还有歌舞剧等等的都很精彩。4到11楼的自助餐厅，在不同时段都有提供餐点让游客自由取用。 思高俱乐部除了会有专业的团队带小孩做各式各样的活动之外呢，也有室内跟室外的游乐空间，家长可以放心的把小孩托给工作人员去享受自己的时光。船上的活动除了跳舞之外，也会有一些闯关，闯关成功的话是可以得到小礼物的。 也有提供游戏跟运动的空间，除了室内的桌球场，也有室外的球场跟跑道。游泳池的话，在9到11楼都有，还有按摩浴缸，在最高的14层甲板有定时开放的滑水道，也可以在最顶层做一个日光浴。 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另外付费的设施，像是 SPA 的水疗中心、健身中心，还有一些另外付费的餐厅。餐厅的话，就有披萨、寿司，或是火锅，还有牛排馆等等的选择。来到第3天抵达的日本佐世保，就可以下船过了海关，可以去逛逛了。
穿过佐世保车站，往前走会看到天主教三普丁教会，也是佐世保的地标之一。前面就是市之町商店街，这边是佐世保最好逛的一条街，整条商店街都有遮雨棚的覆盖，所以不管什么天气逛街，其实都不用太担心。长度大约是500多公尺，是由南町、北町、本町还有新町4个街道组成，从江户时期它就存在了。这边也保留了很多的传统建筑跟文化，还有一些特色美食。这边可以逛到传统的杂货店啊、卡通商品，还有百元商店、杂货店、超市，还有服饰店、水果等等。在这边也可以买一些伴手礼。如果是药妆店的话，主要有一间松本清。来这边大家推荐必吃的是柠檬牛排，还有佐世保汉堡。但在这边吃饭也因为一次有非常多的游客，所以几乎都要排队。回到港边走到底，有一间五番街，这边在2013年的时候开幕，总共有3层楼，集结了80多间的店铺，里面有像是无印良品啊、GU、药妆，还有一些大型超市跟生活杂货，还有土产店等等。空间我觉得很宽敞，可以很轻松自在的逛街。另外，在佐世保的知名景点还有99岛风景区，是一个复杂交错的海岸和208个岛屿交织而成的美丽自然景观。岛屿的密度也是日本第一，还可以乘坐游览船在这边观光。另外一个是豪斯登堡，是一个日本最大的主题公园，有各种欧洲的风格建筑、街道，也有表演活动及游乐设施。第4天会到达韩国釜山，首先来到甘川洞文化村，这里是早期韩战的时候难民聚集的村庄，后来经过一些艺术团体的推动跟改造，逐渐变成现在缤纷热闹的观光景点。这边有店家提供韩服租借的服务，可以看到有很多游客会去租韩服来拍照。两边也有卖很多小吃，有咖啡厅，还有文创的商店，可以一路走走逛逛，一直到热门的拍照景点。很多韩国的热门小吃在这边其实都可以吃到，也可以买到很多跟韩国息息相关的纪念品，其中也有这里的地标小王子的相关商品，旁边有很多可爱缤纷的造景，还有精致的彩绘壁画。这里的住宅沿着山路盖成阶梯式的，井然有序又五彩缤纷，看起来就像是童话一般的世界，也成为了热门的拍照打卡景点。下一站来到 BIFF 广场，也就是釜山电影节广场。这边曾经是亚洲规模最大的电影盛事——釜山国际电影节举办的地方。每年电影节期间都会吸引很多影迷来朝圣，虽然从第9届开始改到别的地方举行，但我觉得这边还是挺热闹的，有很多摊贩在贩售美食小吃，周围也有商店可以逛。这边的地板是特别规划的石板道路，仔细看一下的话，可以找到有许多知名导演还有演员留下来的手印。这边离光复时尚街很近，这条街上聚集了从低价到高价的服饰店，也有很多知名的品牌。路上也都有设置休息区以及雕塑作品。买化妆品、保养品之类的店也非常多。如果想找手机配件啊、饰品、文创小物等等的话，也都可以找得到。这个是釜山最具代表性的购物地点，也可以说是釜山的明洞。这里的商家一般从早上10点就开始营业到晚上9点。
偶尔也会举办一些活动，像是光复路文化节、圣诞树文化节等等。走到底前面有一间乐天百货，也是一个很好逛的百货公司。最后一天早上就会回到基隆港啦，结束这一次的邮轮之旅。邮轮旅行不必舟车劳顿，睡一觉起来下船就能抵达目的地。船上的设施跟活动其实也不会无聊，很适合带小朋友或是老年人一起出游的选择。最后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。